安省政府这次终于靠谱了一会儿啊，决定出政策多修建一些房屋了。Nice。大家好，我是 Norman。多伦多有多么的缺房子，相信我的老粉丝们被我叨的耳朵都快炸了。每1000个人只有360套住房，其中70%以上还是公寓和 apartment， 住不了多少人，所以当真是非常的缺房子。想解决房屋供给不足的问题，政策层面呢，其实政府也是做过一些尝试的，不过效果都不是特别好。无论是最近安省政府出台的外国买家税最嘚儿的政策，只剩的最后2个多月从 20% 涨到 25%， 还是加拿大层面的2023、2024两年全面禁止外国人买房，基本上对增加供给都起不到什么积极作用。尤其是加拿大范围内禁止外国人买房，其实也一并禁止了外国人购买楼花，这样让很多新的项目更难卖到可以开建的数量，实际上是拖延了开工以及减少了供给的。就在打了一大圈太极之后，我终于发现了一条貌似是可以帮助安省政府增加房屋供给的政策。安省决定在 Green Belt 里面挖15块地皮，本来上面是不能建房的，现在允许他们建房，要在上面建5万套以上的住房。讲到这里，来跟大家快速科普一下什么是 Green Belt， 也就是俗称的绿化带。这个政策是2005年附近，在 Dalton 政府还在台上的时候，安省推出的有利于保护环境的一条政策。在大多伦多地区周边，为了防止大家住得太密集，2005年当时的安省政府选了200万英亩的地皮作为保护规划地带，从此这些区域上不再允许建房，而是必须以绿地的形式保持下来。这条政策也沿用至今。不过最近安省的福特保守党政府决定对 Green Belt 实行一点小小的松动，让一些靠多伦多比较近的绿化带边缘的地块开始被允许建房。相信这些地块的持有者中，很多人是可以一夜暴富，从此走向人生巅峰的。我猜测这些地块的拥有者也极有可能同时是通过 lobby 游说政府，让自己的地块可以进入这次预案修改的人群，也是幕后的资本推手。目前这个政策虽然只是在提案阶段，但是看起来有模有样的，所以在这边还是希望跟大家分享以及讨论一下。先来带大家看一看这一次涉及的土地政策修改的区域到底包括了哪一些地块。这次调整的可以建房的 Green Belt 土地涵盖的区域是 York Region、Durham Region、Hamilton 和大瀑布。这里面最大的一块地皮是 Durham Region 里面的 Pickering 和多伦多交界的地方。从执行层面，我也看到了这个政策比较智慧的一面。智慧这个词是在我聊房产政策的时候不经常用到的词汇。提案要求地块的拥有者最晚在2023年实现土地审批上的决定性进展，最晚在2025年要开始破土动工。如果不能实现这2个时间上的要求，则土地重新划归 Green Belt， 不能再修建，一夜暴富又一夜回到解放前。时间上的要求可以说是威逼利诱、连哄带骗的要求这些地块的拥有者，要不然尽快自己盖，要不然卖掉或者寻找合作伙伴开盖。不管怎么样，房子只要开建了，对增加供给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如果这个提案最终真的开始实行，相信未来的2到4年中，这些区域的 house 供给会明显上涨。如果对房价有影响的话，那么这些区域的 house 估计上涨的速度会有所下降，毕竟供给多了嘛。其实多伦多周边的卫星城和小城市并不缺可以建房的土地地块。之前的视频中我聊到过，像旺这样的城市里面轻轻松松就可以划拉出几万套住房的建筑用地。那么大多伦多地区为什么依然是房屋供给严重不足呢？答案是土地的持有者和开发商囤货居奇，按着就是不建啊。从收益上讲，这很好理解。如果我的邻居都建了崭新的房子，我自己的房子即使依然很旧，它的土地价值也是不断上涨的，搭了一个顺风车。如果什么都不需要做就可以赚到钱的话，我当然希望我的邻居们加班加点，抓紧把他们的房子建好，这样我可以跟着一起躺着赚钱。李嘉诚在大陆地区就有很多地块，只是囤地就赚到飞起了，根本没有必要去开发。毕竟能躺着赚囤地的钱，干嘛要费力费神去建房子呢？在我看来，政策的导向应该是给大家足够的动力和适当的压力，来促进房产开发商和土地的持有者把自己的地皮
转化成可以利用的住房，来有效的增加房屋供给的。我个人其实想到过一个非常绝的方法来增加房屋供给，就是对土地按照最高的容积率可以收到的地税来实际征收地税，尤其是上面可以建 house 和 condo 的空地，在一定年限内，地税可以不断的上涨，一直涨到按这个地块最高的容积率可以建出的房子数量能征收的地税来征收，或者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打一个折。这样有核心地块的开发商和土地持有者能自己盖，慢慢就会自己把房子建出来，自己盖不了呢，也可以高价转卖给开发商，让他们去修建房屋，这波着实不亏。不知道这条政策大家怎么看呢？有内部人士欢迎帮我把这条政策推荐上去，药到病除的解决多伦多及周边的房屋供给问题。点关注不迷路，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